什么人会出轨？科学发现了偷情基因，你有这6个特征吗？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出现忠诚或者背叛的情况。由于每个人的想法和选择不同，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不同。对于这个话题来说，是许多在意真情的人们关注的，就像情感中常常会出现出轨的行为，这会导致另一方受到巨大的悲伤和痛苦。他到底为什么会出轨呀？难道是我做的不好吗？听着他悲伤的声音，电话那头的闺蜜一直不停地安慰着她。其实，在现在社会，出轨是人们的本能反应，而忠诚则是选择，特别是像现在的快餐时代，连谈恋爱都变得迅速快捷，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根据近年来的一个研究表明，某些个体是由于偷情基因而导致他们陷入出轨的境地。什么是偷情基因？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么下面笔者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偷情基因，同时因为大家说一说潜在的出轨迹象，以及如何预防出轨。1、偷情基因以及出轨的动因。根据最近的研究表明，有一部分出轨的人群可能是由于携带一种叫做偷情基因的遗传变异行为，而这种基因正是与出轨有着一定的联系，它被称为第2、第4基因。它可以直接影响大脑中多巴胺的传递，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和行为，而第2、第4基因有许多变异形式，其中有一种被称为72的基因。这种基因一旦遗传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个体就更容易形成冒险性倾向和寻求新奇刺激的性格与行为。所说的这种冒险性倾向，就是会在感情中寻求外部刺激和外部精神影响，这就形成了出轨的行为。但其实出轨的动因是有很多的，由于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多种多样且不相同的，所以出轨会涉及到个体的需求、情感与外部的环境影响等。那么常见的几个出轨动因，也是身体内含有偷情基因的人群常常因为这几点而出轨。第1，追求刺激感。有些人天生就喜欢追求刺激和冒险，对于怀有新鲜感和让自己有紧张感的事物与人就非常的激动和兴奋，而这种体质和感觉就让他们产生了容易出轨的现象。所以一般喜欢追求刺激的人是比较容易出轨的。第2，对当下的情感不满。人们最在乎的就是自己每天的情感与身边的人或事。如果哪一天对自己当下的生活或是情感、爱情感到不顺心或不满意时，人们常常就会寻找其他的人来寻求安慰和满足，这种情感不是伴侣可以来解决的，所以这也成为了许多出轨的人借口。第3，自尊心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有些人可能在一些事情上并不会达到一种令人敬佩的地步，但是他会去寻找另一个方向，证明自己的魅力和优势。那么就是在出轨这方面，这些人往往会通过出轨来证明自己有多大的魅力去吸引异性，同时还会满足自己内心的空缺。第4，一些虚无且短暂的诱惑。人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不同的场景和事情，在这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异性，那么阴差阳错的就会产生一些暧昧情感，也就是这样的暧昧情感使出轨人本身受到了诱惑与满足，比如在工作或是旅行社交当中会遇到的异性交往，所以他们就因这短暂的诱惑而选择出轨。总的来说，出轨的动因分为以上4点，其实许多原因都是由于出轨人本身所特有的性格或是行事作风，所以我们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好对方的各种决策和行为，不然就会面临情感的痛苦与折磨。2、潜在出轨的6个特征。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第2、第4基因是偷情基因，而这种基因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容易出现出轨的行为，并不是所有携带着72基因的人都会出轨，或是都会有出轨的风险。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判断这些人是否会出轨？根据科学研究的表明，有以下6个特征的人群更容易出现出轨的情况。第1，有冒险倾向的人群。一部分携带72基因的人群往往有向往冒险和新奇的情感，他们非常容易被外部的新鲜感所吸引，
从而对外部的诱惑产生巨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喜欢在情感中寻求刺激，而讨厌平平淡淡的情感历程，这也就是使他们出轨的重要因素。第二，不满足，不在意现在所有的情感需求，这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不满足当下情感的一部分情况。他们会在生活中感觉自己的情感不满足、不对称，从而使他们去寻找其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他们不需要自己的伴侣来解决。第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群，这些人一般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过得好不好，自己情感有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忽略了伴侣的情感。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自大自恋的人，出轨的几率性可能更高。第四，自尊心的渴望，这个观点也是我们上述所说到要面子、要自尊心的人，通过证明自己有魅力，能够吸引异性而选择出轨。他们一般选择通过与别人建立情感来证明自己，提升自己的自尊心，弥补了自尊心空缺。第五，缺乏情感上的互相承诺。有些人在谈恋爱或是结婚之后，会出现情感不忠诚的情况，这是由于他们不够重视互相彼此的情感与忠诚度，同时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谈恋爱或是结婚之前，并没有达到互相承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处境，所以会在相爱期间有一个人选择出轨。第六，社交圈和身边朋友的影响。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性格的人就和什么样性格的人一起玩。如果身边的朋友是那种不够忠诚且谎话连篇的人，那你就要注意你的伴侣了。我们说个体周围的圈子是会对出轨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连身边的朋友都是经常出轨，且不在乎这种行为的严重性，那么他的出轨几率也会很大，更容易受到身边朋友性格和行为的影响。所以以上6点是笔者为大家所总结出的一部分携带72基因的人出轨前的特征，大家需要仔细琢磨后再选择终生的伴侣。3. 如何预防出轨？预防出轨是维持良好的情侣状态和婚姻状态的重要举措之一。那通过我们了解到了部分人患有偷情基因，所以才产生的出轨现象，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这种基因，还会出现出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去预防和阻止呢？下面笔者就为大家仔细的来讲一讲。第一，增加双方的沟通。都说沟通交流才是任何关系的润滑剂，情侣双方只要经常相互的坦白心声，互相理解，互相倾诉，才可以做到天长地久。将自己内心的话真诚的讲给对方听，分享彼此的感受、需求和愿望，这样才能使情侣双方相互理解，建立更加良好的情感关系。第二，保持诚信爱情。保持忠诚才是磨合情侣关系的必要因素，双方要持续的保持爱情的真诚度，不仅是在行为上，在心理上更是如此。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外界的干扰和各种暧昧关系，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的情感要走向终点，或是彼此分开。第三，最好建立共同的目标和兴趣。是不是情侣处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和伴侣之间没有任何的话题，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和兴趣。建立共同的方向，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增加双方的话题，比如一起参与社交活动，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讨论人生目标，或者任何双方都对其感兴趣的事情，这样可以增加彼此的乐趣和彼此的存在感，就不会因为生活的枯燥而另寻乐趣。第四，建立信任度，促进个人成长。有些人在谈了恋爱、结了婚之后，就习惯性的依赖着对方，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项。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单纯依靠对方来实现的，也要通过自己的独立成长来创建自己的幸福生活。同时，建立信任是维护情侣关系的重要枷锁。如果每天你陷入着各种猜疑和质疑当中，不仅你自己的心情会受到影响，你的伴侣也会对此感到烦躁和焦虑。可以说，一旦信任被损坏，那么再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是非常困难的。第五，处理争吵期间的争议。
我想许多朋友在情侣或婚姻当中出现争执或意见不同时，就会开启双方冷静阶段。短暂的冷静静之后，处理事情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过度争吵或冷暴力的出现，这样会使我们的情侣感情大大受损。并且我们也要学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宽恕和妥协，在情感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双方都是要去履行的。以上几点就是笔者为大家讲解了如何预防出轨。总的来说，我们只要保持对伴侣的信任、对伴侣的理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情感越来越稳定。结尾，出轨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可以联系到偷情基因问题。是不是有人会说，这种基因的出现就是让我们去理解出轨的倾向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每个人的出轨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决定的。我们要想让情感更加的稳定牢固，就应该建立信任忠诚制度，使情侣的感情越来越长久。